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沉没，而4艘055大驱前出黄海对峙美国航母，谁才是新时代的王者？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黑海起火沉没。这艘1.2万吨级的巨舰在战争中显得不堪一击。虽然这次事故的原因还有争议，但是一艘40多岁的老舰无法适应现代海军的作战需求也是真的。当然，如果该舰真的是被一枚亚音速的反舰导弹一发入魂，那么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海军现有的防御体系真的是落后了，与中美相比不在一个档次上。在世界范围内，能与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相提并论的，就是中国最先进的055万吨大驱和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而055也被公认为是从设计上就领先美舰一代的驱逐舰。当然，美国人把它称之为巡洋舰。最近，美国海军的一个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进入日本海东部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鞍山舰、南昌舰、拉萨舰和无锡舰等4艘055型万吨大驱也在日前于黄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外媒炒作称，这是中国海军对美国发起的一个明显警告，别以为派一艘航母就能在中国的家门口撒野了。美国的林肯号核动力航母是最近4年半以来首次进入日本海东部海区的航空母舰，其造成的战略影响以及产生的地缘政治涟漪，现在呢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美国人在玩什么花样？其实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下对日本的战略支持，威慑一下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活动，同时呢还要向中国示下威。中国这次没有出动航母，而是派了4艘055大型导弹驱逐舰。许多网友会问，4艘055能够抗衡美国的航母编队吗？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在和平时期，这种对峙或者是示威并不是打仗。无论美国来的是什么样的航母，中国派出4艘055同样是在展示力量。你也可以理解为相互秀肌肉。如果真的要打仗，美国航母可能根本就不敢来，会被东风快递送去喂鱼。而且呢，美军现在能对抗中国055万吨大驱的办法也并不多。其实啊，美军航母虽然强大，主要呢还是舰载机可以大幅度的扩展航母的作战范围，拥有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但是也不见得就能对付中国的055。首先，美国航母在东海要想夺取制空权，就得问问中国海军航空兵和空军答应不答应，还要问问中国的火箭军答应不答应。舰载机一般来说是玩不过岸基飞机的，那么更不要说中国还有比 F-35C 更强大的歼20隐身战斗机了。其次，美军在反舰导弹的领域是严重落后于中国的。美国海军的舰载导弹在反导防空方面实力强横，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短板，就是没有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而且它的反舰导弹的射程相对来讲也比较短。而中国的反舰导弹已经发展了4代，如果双方开打的话，055在中国预警机的支持下，美军的现役亚音速反舰导弹很难突防成功。而中国舰艇的导弹防御武器，其性能可不是俄罗斯40年历史的老古董能够比的。最后，中国055只要出现在美军面前，就能击中美军的软肋。这个道理很简单，美国人看着比自己军舰更新、更现代化、更科技感的军舰，那其心里的感受将是非常的苦涩，因为这是要美国人接受并且习惯中国军舰更先进、更强大这样一个现实。虽然美军在航母这个领域仍然对中国有巨大的优势，但是中国海军目前并非全球部署，这就决定了美国有多少艘航母也对中国没有用。因为双方只能秀肌肉，那美国海军同样显得老旧不堪，就像展开一条浓重的
历史线。美国的许多军舰比俄罗斯海军也年轻不了多少，可以说光是在技术性能上，他们已经存在着一代的差距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